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在四川的阆中，身后这里是一座古墓，三国时期的张飞的墓。张飞的墓在全国有2处，一个是在四川的阆中，还有一座是在重庆的云阳。特别是他这座墓很独特，在他的墓前有2个人跪着，跪了可能上千年。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今天就来看一看。这个地方是四川阆中的张飞庙，也称作汉侯侯祠，是纪念三国蜀汉名将张飞的祠庙。张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《三国演义》相信大家都看过。为什么叫汉侯侯祠？是因为张飞死后被追谥为恒侯，他一开始呢也不叫做恒侯庙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呼。在唐朝的时候叫做张侯祠，明代称为雄威庙，清代以来才叫做恒侯祠。所以它这里的建筑呢，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，是为了纪念张飞的。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张飞、刘备、关羽呢桃园三结义，成为异姓兄弟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他们3个的义气千古流传，为之动容。同时张飞呢也是三国蜀国的5虎大将中第2位名将，年少时就跟随刘备建功立业，一直呢跟随刘备打天下。那么刘备称帝之后呢，张飞也是我们说的更上一层楼，成为一个大将，镇守这个四川阆中这边。在很多资料当中描述张飞属于屠夫出身，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才跟随刘备的，其实恰恰相反，从小呢张飞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古代条件不好的人是没法练武的。你想想，关羽、张飞他们那个兵器都比较不一般，那么自然而然练武的话消耗很大，就是我们说的吃的东西比较多，一般人家属是养不起的。所以相对来讲，在三国时期，在古代如果能练武的人，家庭条件基本上是相当不错的。在看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大家也都是了解，刘备称帝之后，把关羽和张飞安置的地方都是蜀国的命脉，一个是荆州，一个是阆中，但是结果不太一样。后面大家都知道，东吴攻打荆州，关羽呢败走麦城，最终呢被吕蒙杀掉。那得知消息之后，张飞也好，刘备也好，一定呢会向东吴我们进攻，要为关羽报仇。那么当时呢，刘备就通知张飞准备我们说出兵。那么在这里恰恰就跟张飞的死有关。在很多小说、电视都演绎张飞这个人是有勇无谋，脾气非常暴躁，就经常打骂士兵，打骂手下的将领。刘备呢也知道他这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还告诫他，你不要经常打骂士兵，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会栽在这个上面的。但是张飞根本听不进去，那特别是关羽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他要急着去报仇，所以他就要求他的下属准备白旗白胄。但是呢，他的手下听到是百旗百胄，这个差别很大。白旗白胄就是我们说士兵穿的衣服，相当于报仇嘛，我们说的披麻戴孝一样的。然后百旗百胄呢，就是要求3天制作完成，但是根本是不现实的。那当时他的属下说完不成，那张飞就发脾气，并且鞭打他们，说我现在为了报仇，你们竟然还说办不到，如果你说办不到，你们提头来见。那么作为张飞手下的将领张达和范强2个人心里就有想法了，他们想着明明完不成的任务还叫我们完成，完不成还要杀我们，那其实相当于就找了个理由想杀我们。那么他们就说，我还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把你先杀了。因为本身张飞平时对待他们呢，动不动就骂，动不动就打，他们已经有我们说的那个仇恨的想法，所以呢，他们相当于就是一不做二不休。在某日张飞喝醉的时候，潜入张飞的帐中，把张飞杀掉，并且割下他们的头颅。一代名将张飞就这么去世了。张达、范强把张飞杀掉之后，把他的首级带走，想投奔东吴。但是呢，到了重庆云阳这个地方，他们听说蜀国和东吴在议和，他们就害怕，就把张飞的头颅扔到了云阳的长江里面。所以呢，张飞的头颅就在重庆云阳，而身躯呢就安葬在四川阆中。那么这个地方既是张飞庙，也是张飞墓。这是一座大殿里面供奉的就是张飞。大家看看这个，是属于张飞的冠冕坐像，头戴冕旒，
手捧玉壶，端坐于神龛之内，不怒而威啊，跟张飞平时的形象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？左边那个是张飞的儿子张苞，关羽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现在看起来挺大的，其实最开始没有这么大，是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墓啊，离现在大概是1700来年。那么这个墓有没有被盗呢？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是会被盗，但是由于他的墓啊没有被盗的价值，所以呢一直基本上是保存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墓当中埋葬的是张飞的身躯，由于他的头颅被张达、范强带到重庆云阳，扔进长江之后，所以呢，他们头颅和身躯是分开安葬的。他的头颅是被当地的渔民打捞起来，安葬在云阳的一座山上面。他其实跟关羽是一样，关羽的身躯是埋葬在湖北的当阳，头颅是埋葬在河南洛阳，所以他们两兄弟结局相当于都是比较悲惨的。这里就是碑亭，上面呢还有幅楹联，我们先来读一读看一看。随先祖逐鹿中原，北征南战，弟子西川称帝业。下联是盛残躯，复诸荒冢，春去冬来，人游千古吊忠魂。这副对联上联写的就是说，张飞追随刘备一生，征战无数，却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全国的心愿，英雄呢仍存于遗憾。下联说的是张飞死后，此墓虽然只埋葬了身躯，但人们却纪念其忠勇的情怀，千古不衰。所以自古以来都说张飞有勇无谋，但是非常忠心，包括关羽也是一样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历朝历代给关羽和张飞的荣誉都非常高。另外，在张飞的墓前还有2个跪像，就是张达、范强这2个人物呢，就是杀害张飞的元凶。刚才我们也解释了一下过程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就是历朝历代祭拜的人都觉得他这2个人很过分，相当于是卖主求荣一样的，就把他们2个像啊放在这个墓前，就跟秦桧是一样的。那么其实真正我们思考一下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其实还是跟张飞自己有关系，有因必有果嘛。作为他手下的将领，不可能无缘无故去把张飞杀掉，还跟张飞平时的为人处事有关。因为刚才也说了，张飞的脾气非常暴躁，对属下那个将领啊又打又骂，稍微重一点还说要把他们手下拉去杀头。那么自然而然日积月累呢，他手下会有怨气。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说的，你对我不好，长期对我不好，我可能也会反抗，也会对你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。那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了，就是他们2个人把张飞杀掉了。但是他们2个人的跪像在这里存在了差不多1700年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也是不对的，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嘛。那么各位朋友，大家觉得张飞墓前的2个跪像存在这里好不好？大家说一说。我们佩服张飞的忠勇，但是呢，他的脾气我们不赞成，对待属下士兵将领那个态度那种方法不太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